倒要看看他那个女朋友是个什么货色，让他连家都不回。那我留下来陪陪伯母。留下，正好帮你景深哥把关。爸妈，这乡下来的野丫头也配管我叫阿姨？你瞧瞧自己的穷酸样，进门前都不知道消毒的吗？都把我家里人臭了！妈，干什么呢？你在说什么？你还知道我是你妈呀？那你怎么就不知道你家里还有一个未婚妻在等你？你怎么就敢在外面乱搞，还把这个乡下来的野丫头带回家里来了？我对靖宇只不过是妹妹一样看待，没有多余的感情。倒是你们非要让我们俩凑一对。景生哥，你的心是被狗吃了吗？从小到大，靖宇对你不好吗？今天知道你忙，他一遍遍的给你热汤。一个豪门大小姐都被你做到这种地步了，你还不知足？这跟喜欢是一码事吗？你懂什么叫喜欢？诚心找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来气我们是不是？她不是什么野丫头，她有名字，她叫沈繁星，是我的老婆，此生我非她不娶了。反了你了还！我告诉你，这个家现在还轮不到你来说了算。儿子，怎么跟你妈说话的？快给你妈道歉！你敢怎么永远别回来！你给我站住！你想气死我是不是？是你们非要拆散我跟繁星。哎，伯母，你消消气，气坏了身体不好啊！你别管我，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！快给你妈道歉！好啊，他先接受繁星，然后跟繁星先道歉。好啊，反了，真是反了！都是一家人，有话好好说呀。你得跟伯父伯母说清楚姐姐的好，他们才愿意接受姐姐呀。别因为我跟你爸妈闹得太僵。没事。伯母，您消消气，不如我给您和伯父弹奏一曲，舒缓心情，如何？好，这琴声真的是一如既往的美妙。听完以后，心情真的是舒畅多了。什么时候都得是我们家靖宇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。谢谢伯父伯母。伯母喜欢音乐，不如你也来演奏一曲，如何？你快别抬举她了，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哪里懂得什么乐器？小白，我在你家里好像看到一个小提琴，你真不会吗？那个我只会一点点。一点点也可以。来嘛，这都送你。人家都说了不会。来嘛，来奏一曲。你这是故意的是吧？什么故意的？我只是想教教姐姐如何哄伯母开心啊。景生哥，你应该不会生人家的气吧？那个我真的只会一点点，叔叔阿姨就将就听吧。
可能比静宇的钢琴弹得还好听。岂止是好听，他怎么有这么高的音乐造诣？这简直就是殿堂级的水准了！听到了没有？爸妈在夸你呢。姐姐还真是多才多艺啊！要是家世再好一点的话，就更能配得上陆家儿媳的身份了。对，静宇说的对，一个乡下农村来的野丫头，这以后让我们陆家的面子往哪放？啊，抱歉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我也是为了陆家的声望考虑吗？没说错，农村来的就是没有家教，第一次上门就两手空空的过来。阿姨，我带了。张姨，还不赶紧把小凡带过来的土特产给拿上来？土特产，那可是稀罕物。收到礼品，我特地给伯父您带了好茶，知道您好这口。这个呀，是我特地托人从云南那边捎带回来的母树普洱。你看看人家静宇多懂事，快把它拆开给我看看。听说这云南母树普洱有钱都难买。这金花不错吧？这可跟市面流通的低档货不一样，偏偏不懂的人还行。啊，我不是说你啊，这兴许这农家采的茶比我的高档货更好。啊，这是正宗的云南古树老班章啊！哎呀，哎呀，看这品相，至少也陈了30多年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还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茶。农村的东西就是纯天然哈，但纯天然的也不一定什么都好。比如这野菜吧，就不能跟我送给伯父的天山雪莲一起吃，会影响药效的。你差不多得了。我也是为了伯父的健康考虑啊。静宇说的对，没见过世面就是没见过世面，那些破土特产染指甲。啊！这，哎呀，这是天然牛黄！哎呀，天然牛黄！这是百年人参的，百年人参，冬虫夏草，浓鲜香啊！1000年的灵芝。这个叫你们村里的土特产。我们村这种东西可多了，很多人都拿来当炒菜吃。炒菜吃好啊，总比那些什么雪莲好。伯母，你看景生哥，你是哪个村的？你们村里咋这么多宝贝？丰庙村的。啊，我知道，就是那个谁去也拆不了的唯一的一片净土。我说的，这些药材里面都透着一股灵气。那确实是可惜了，地方是不错，就是拆不了。能拆又怎么样？也卖不了多少钱。想实现阶层的跨越，根本做不到。不是，钱靖宇，你里挑外撅是什么意思？景生哥，你真的误会我了，我是真的替姐姐感到可惜嘛。伯母，我爸爸都跟我说了，东庙村如果能开发成功的话，保守估计在100亿的价值。真的很可惜，我爸找了好多开发商，都找到云城首富那里去了，还是没办法通融。自然资源保护区谁也拆不了。婚姻讲究的门当户对，远的不说，
如果我儿子把你娶进门，肯定要风光大办吧，彩礼不能少给吧？可你拿什么还呢？嫁妆还少了，别人也会笑话你家的吧？妈，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，彩礼我都给过了。什么？你给了多少啊？就我那张卡。你那张卡里有3000万呢，他们给你什么了？3000万，这怎么还啊？他根本还不起。你到底有完没完？妈，他们一家人对我真的挺好的。第一次见面，他爷爷就送了我一个祖传的扳指。什么？这是大乾文皇帝的传国扳指！你到底什么身份？爸，你真没看错吧？我怎么能看错？当年海外拍卖会，我就有幸在现场。这枚扳指被一位神秘人以5亿美金的天价抬走，抬回到了。哎呀，这是无价之宝。难道这真是皇帝的传国扳指？伯父，您再仔细看看呢。我在云城首富家里见过这枚扳指，姐姐这要是真的，难道首富家里那枚是假的？首富家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这个就是假的。靖宇，你好好看一看，是不是色泽什么的都不如首富家里那枚。不管是真是假，稀罕就是好物件。姐姐你说好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干嘛？这个是我爷爷的宝贝。对不起，我多少钱？我赔给你吧，1万、2万，要不我还是给姐姐5万吧。我不要钱，你赔我爷爷的扳指。伯母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算了，又不是真货，碎就碎了吧。一会儿我叫张姨进来打个干净。凭什么算了？这个是我爷爷的。姐姐，你先消气。我知道，对于你们这种农村家庭条件来讲，这枚扳指意味着什么。可对于我们这种身份的人来说，它真的什么都不是。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我也是实话实说。姐姐，你别这样，我都道歉了。我知道我们对于事物的认知有着不小的差距，但对于我们这些人，凡事凡物都有它应有的价值。比如说我吧，如果能跟景生哥结婚的话，我爸说了，嫁妆最少10个亿。什么？10个亿？伯父伯母，我钱家的底蕴你们也是知道的。我爸说10个亿，那就一定是10个亿。哎呦，靖宇，那你要是能嫁过来的话，我们陆家可得风光大办呢。小点声，小沈还在这里。别拦着我！你要是能嫁过来多好呀！你景胜哥要是能把你娶过来，就真是想。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金钱去衡量的。我跟小凡是真心相爱，我不怕告诉你，小凡现在怀了我的孩子，此生我都非他不娶了。你小子让人家怀上了！伯父，现在都什么世道了，怀孕对女孩子来说再正常不过的了，你说是吧，伯母？对，你难道还想用这个孩子来道德绑架我们陆家？你可真是打错特了。我没有。那就去打掉，用行动证明给我们看。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她怀的毕竟是陆家的血脉。这确实有点过了。
以他的身份，如果要不是有孩子，能踏进我们陆家的大门吗？如果把他娶回来，你陆家什么都给不了。伯母，不是我多说，只要我和景生哥结婚的话，我全家的资源和人脉都随景生哥用。我才不要什么人脉资源，我要的只有小凡，还有我的孩子。你不在意不重要，那他也不能真的不给吧？你能不能闭嘴啊？你不要不识好歹了，放着千金小姐不要，非要娶这个连嫁妆都没有的乡下野丫头。我有嫁妆，我妈也给我准备了嫁妆，虽然不多，但也是我们的诚意。姐姐的嫁妆在哪儿呢？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啊！好啊，好你这个死丫头，我们家给了你3000万，你就拿这么一个破红包来糊弄我们，这里面能装多少钱？你走，赶紧给我走！好啊，他走的话，我们一起走。你非要气死我你才开心是吗？哎呀，伯母，这个红包好大呀，里面至少能装1万块钱吧？哎，伯母，你消消气，说不定这里面都是支票呢。我打开给你看看。这也不是支票呀，怎么是一堆破纸啊？不可能，难道是我妈装错了？好啊，你竟敢这么羞辱我们陆家！这是电器，东妙村的电器。什么？丫头，你们家竟然能拿出东妙村的地契当嫁妆？你知道这价值多少钱吗？上百亿呀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就说嘛，能拿出这样的茶叶和土特产的人不简单吗？天呐，上百亿！难道我爸妈真是隐藏富豪？我家真的超级有钱。爸，你看我发现了什么？这是不是好多好多的钱？咱们家哪有钱？这假的，这是。小凡，小凡，妈妈刚才眼皮子浅，你可别跟我一般见识啊！咱们现在就好好聊一聊你和景生的婚事。伯母，万一这张地契也是假的呢？这只是我的猜测啊。那毕竟姐姐的扳指也是个赝品啊。我没有说你不好的意思，我只是说万一你是被家里人骗了呢？好像也有这种可能啊。不可能是假的，你看这上面盖有东庙村村委集体的钢印，这东西假不了。既然地契是真的，那这个扳指是真的。钱靖宇，想怎么开？钱靖宇，想怎么开？得赔我爷爷的扳指。你说你也是的，你伯父刚才都说了，那枚扳指价值5亿美金，你怎么就给摔碎了呢？伯母，我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这还真说不准，说不定你就是嫉妒我们家小凡，故意留下来挑唆我们的关系。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，打碎的东西就得补。钱大小姐，你不是这都赔不起吧？所以这事儿确实不沾。你们都欺负我！伯父，您真的确定这是真的吗？东庙村的全村协议等于拿下东庙村的开发权，他怎么可能有本事办这么大的事啊？连云城首富严富海都办不到。你说谁？首富是谁？
你不会连首富严富海都不知道是谁吧？那这张地契就更不可能是真的了。我当然知道，严富海那是我叔。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问清楚，你也好好听听，地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严富海是你叔？妈，你给我的嫁妆我都看到了，里面都是咱村的地契。可是现在非有人说地契是假的。什么？你疯狂放屁！我现在就给你证明，我让你严叔亲自把东庙村的开发协议给你送过去。老严，你即刻发布出去，东庙村的开发权正式对外开放。好的，夫人。陆景生这小子真是好命，能娶到我家大小姐，这开发权一旦散布出去，开发商们能把陆家的门槛都踏破，这次陆家恐怕要真的问鼎顶级家族了。这是我的女婿，顶级家族只是他的起点，并不是终点。什么？说东庙村的开发权对外开放了？我们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这个机会，马上放出消息，我全家愿意质押全部家产，向银行贷款80亿，势必拿下东庙村的开发权。我倒要看看整个云城还有谁能与我争锋。钱总真要赌上全部，这样陆家会不会大了点？高风险高回报。东庙村一直对外宣称，因为毗邻2个5星级自然风景区，所以不能拆。这个别人不清楚，我很清楚。真正的理由是幕后有一位滔天大人没有点头同意而已。所以这既是投资，也是和那位大人物拉近关系的机会。哎，小姐，怎么一天没见了她？好像是去陆家了。区一个陆家小子就把他迷得神魂颠倒，到现在都还没拿下。备车，我亲自去一趟陆家。我这个当父亲的去给他当面提亲。这回相信了吧？赔钱。景生哥，你别这样对我，我害怕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还装？是不是故意的？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姐姐，是我不好，我惹你生气了，我跟你道歉，你原谅我吧。喂，爸。你在陆家是吗？对。不就是个陆家小子吗？一直你都拿不下，你现在跟陆景生爸妈说，东庙村的开发权我拿下了，你问问他们想不想跟着喝一口汤？爸，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马上到陆家门口了，东庙村的开发权被我拿下了，他们想跟着喝口汤的话，就识相点，早点把婚事给我定了。哎呀，小雨，东庙村的开发权真的被你家拿下了。姐姐，你演的可真好，差点把我们所有人都骗了。我才没演戏，我妈不会骗我的。等会儿我严叔就来给我送开发协议了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？你不会现在还以为你那个什么严叔是严富海吧？我妈说是，那就是。人不大，口气倒不小啊。人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啊。就你也敢说严首富是你叔？爸，你可算是来了。姐姐说严首富不但是他叔，还说他家有一枚和首富家一模一样的扳指，难不成是首富送给他们家的？那绝对不可能，首富可稀罕的扳指了，怎么可能送人呢？就算是送人，也不可能送他这样的乡下人。姐姐，那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怎么能拿个赝品让我赔你5亿美金啊？真傻钱小子。他说是我爷爷的扳指，那都不该赔嘛。你一个乡下村姑，拿的扳指能赔你5000块，那已经是顶天了。大钱叔，那枚扳指我看了，好像真的是那位大乾文皇帝的传国扳指。哦，行，那我现在给严首富打个电话，问问他扳指是不是送人了。你现在打，他要是知道你女儿摔碎了我爷爷的扳指，就等着被狠狠收拾吧。喂，是严首富吗？啊，
我是钱氏公司的钱新福啊。您看我东庙村开发项目的事儿，是那个放化云城贷款80亿也要竞标的钱董啊？啊，是的，是的。您现在在哪呢？我一直都想亲自拜访您一下。我现在进城去陆家，等我吧。啊，您怎么知道我在陆家呢？还麻烦您亲自给我送协议啊！哈哈哈哈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严首富都要亲自给钱总送协议来了。可班子的事他提都没提一句。姐姐，你就别嘴硬了。等会儿严首富来拆穿你的扳指是假的，地契也是假的，那你该多丢人呢！你家不嫌丢人倒无所谓，那不能连累了陆家一起丢人吧？你胡说！我妈都说了，那都是真的。不管你们怎么想，我都相信小宋。我之前怎么没有看出来你是个这么有眼无珠的人呢？为了个野丫头这么对我女儿，那我钱家这嫁妆你也不配收了。伯母，要不要一起看看我家的嫁妆？哇，这些得有10个亿了吧？10亿对我们家来说真不算什么，我家注重的呀是品味。有人认识这幅山水吗？佳士得拍卖行，拍卖价高达2000万。知道它为什么值钱吗？因为它出自书画大师方正一的关门弟子，那位神童7岁时创造出来的，只有懂的人才懂得此画的珍贵。哎呀，好画，好画呀！山水一心，跃然纸上，真的是活灵活现的。伯父既然喜欢，就再好不过了。姐姐要不要一起来看看？不用欣赏了，这幅画是我画的。你画的？姐姐真是什么都敢说呀！你知道这幅画的艺术造诣有多深吗？上拍卖之前，无数画家都为其追捧。要不是我爸有实力，还买不到这幅画呢。我不懂什么艺术造诣，这就是我7岁的时候随手瞎画的。原来我们村的那个落魄的年画师傅叫方正一，还是年画大家。哼，真是不知所谓。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不敢碰瓷神童的名画。帮我接杯水好吗？啊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看清楚了，这画就是我画的，这是画中画，山水画里藏着千里江山图。你太胡言，我买的画也有我懂。我的画！姐姐，你闯祸了，你毁掉了艺术，更是造成了2000万的损失。好啊，你个死丫头，你赔我2000万！你给我让开！你等一下！等什么？都怪你插科打诨，不然他也不会有这个机会毁掉这么贵的画。你看看，竟然真有千里江山图！这真是小凡你画的？哎呀，我陆青松何德何能，这辈子能看到此等墨宝？这感觉没有刚刚那幅山水好看，这还能值钱吗？值钱，很值钱。小凡的这半杯水下去，这幅画的价值至少翻2倍，6000万不一定能买到。什么？就这样就值6000万了？6000万只是止步，能够精通画中画的人，至少是特级书画大师。哎呀，小凡他是特级书画大师，就他还特级大师，也不知道从哪听说了这幅画的机关，在这里冒充本尊吓唬人呐！你必须清楚一点，你就是个什么实力都没有的底层。你凭什么说我什么都没有？这就是我妈给我准备的嫁妆啊，价值100亿的嫁妆。什么玩意儿还价值100亿？东庙村的集体地契
姐姐非常确定的说，这都是真的。哎，胡说八道！东庙村都归我开发了，他能有什么地契？你好大的胆子啊！竟然伪造地契你！你吼什么呀？你凭什么说伪造？哎，你还真是不知好赖！我女儿怎么就看上你了？我还看不上她呢。来，你们都仔细给我看清楚，这户村的村民叫什么名字？郑开河，怎么了？哎，问题大了！郑开河是三省商会的会长，他怎么可能是你们村的？三省商会会长？我不认识什么会长。郑开河就是我们村广播站的。天大的笑话！人大会长怎么可能去你们村广播站？一个名字而已，兴许还是巧合呢。伯父说的也有道理，也许是姐姐某次看过这位大人物的财政频道，就随便写下来了。只是没想到我爸认识这位大人物。啊，难道我又说错话了？你没错，这一个是巧合，这两个总不可能是巧合。你给我解释解释，境外石油寡头刘荣华是怎么回事？他也是你们村的？没错啊，他是我们村养猪的。我操，赵四海，新能源集团掌门人，他的名字你敢瞎写你？他就是我们村打击的。武顺义、龙东强、刘占全，哎呀，这都是些了不起的大人物啊！天哪，你怎么敢的呀？敢用他们的名字来骗人你？好啊，你还是个丧门星啊！你伪造这些地契，想害死我们陆。我没有，还说没有？用脚趾头想，这些大老爷不可能是你们村的。姐姐，就算你想嫁豪门，也不能用这样的手段呀！你这样真的会害死人的。没有。女儿，我们走，他们想找死，别连累我们。哎，小雨，你帮帮伯母啊！只要你肯帮我，你和景顺的婚事，我可以立马定下来。要不撕了这些假地契，不就没有人知道了？东庙村都归我开发了，这里面要是真有你家房子，等拆了以后赔多少，那也是我说了算。哎，你给我滚，滚出我们家！妈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拦住景生哥哥，别让他犯糊涂！赶紧走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动我家大小？小帆，没事吧？爷叔，受委屈了，竟敢把我家大小姐推到门外，你们做家长的这种态度吗？我看你们陆家是坏到头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严首府怎么管她叫大小姐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难道这丫头说的是真的？严福海正是她叔？我严叔就是他，他女儿摔碎了爷爷的扳指，全村的地契也全都被他烧了。田幸福，你他妈吃了狗胆，竟敢这样欺负我家大小姐！误会啊，我真不知道她是大小姐啊，不然您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的呀。这扳指多少钱？你说个数，我赔还不行？拿什么赔？这是我送给我恩人的礼物，是他爷爷最稀罕的物件。你有几个臭钱了，都不知道怎么瞎嘚瑟是吧？最好给我买个一模一样的，否则钱家就别想在云城混下去了。家这样看着我家大小姐被欺负，这门婚事不谈也罢。小帆，回家，我们不嫁了。小帆，能不能不走？不走，留在这里做什么？让他们继续欺负我家大小姐？你是怎么答应我们的？
你就是这样对我家大小姐负责的吗？我们知道错了，严首富，我确实是被他们挑拨的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你们错过了泼天的富贵，还有你要还算个男人的话，还想求我家大小姐嫁给你，就给我们做上门女婿吧。小凡，对不起，对不起没用，路我已经给你指明了，怎么选，看着办吧。小凡，我们回家。儿子，你干嘛去啊？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去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闹成这样啊？我劝你，你不听，现在搞成这样了，能怪谁？都怪你！要不是你挑，我会那样对小凡吗？这怎么能全怪我女儿头上？你不也嫌弃人家是农村丫头？还有你，那可是东庙村的地契，上百亿的地契，你说烧就烧，你拿什么赔我们？你简直是不可理喻！喂，我是钱新福。您好，钱总，您参与竞标的东庙村开发项目方案审批通过了。什么？你是说东庙村开发项目？是的，钱总，您通过了。关于东庙村的项目，我们家夫人特别交代过，额外再给您提供100亿的资金支持。哦，好。所有人都给我打起精神来。我们夫人说，这次项目的开发人是我们大小姐的婆家，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成员都给我拿出100%的劲头，对钱家一定要格外照顾，一定要做到有求必应。都听见了吧？万鼎集团行政处亲自给我打电话了，这项目成了，严富海以后见了我，那是点头哈腰的。是那个万亿集团的万鼎集团吗？哎呀，我听说这是全国第1大财团了。当然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之前东庙村项目一直不让开发，就是因为万鼎集团背后的大人物没同意。现在我被选中了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钱家也要一飞冲天。爸爸，你也要当银川首富了吗？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这个严富海对他的恩人的女儿叫了几句大小姐，你们就真以为她是大小姐啦？哼，山鸡就是山鸡，永远变不了凤凰。走，跟爸回家，让他们两个好好想想，对你钱家，他们应该拿出什么样的态度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电话你也听到了，拿下开发权的是钱家，可我们却把钱家得罪了。你还想怎么办？儿子让你逼走了，他的婚姻你就不能让他自己做主吗？不行，我不能让这个野丫头把我儿子骗走。明天你和我一起去东庙村，把他给我找回来。你长没长心？你要是敢不和我一起去，我就和你离婚。我去，过2天不行吗？要不然我真的没脸了。你快点呀！小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早就知道伯父伯母要去东庙村，走吧，一起。这感情是好呀，你一定好好劝劝你景胜哥，我们一起揭穿那一家子大骗子。用点劲，对，先对半劈开，再多劈几刀。这种金丝楠木啊，特别难烧，得劈细一点才好。好。哦，小陆啊，差不多就行了。一会儿啊，把咱家的锅拿出去给换了。这种纯黄金的锅导热性是不错，但是用金丝楠木烧火，锅底容易黑，会影响到菜的口味。完事儿之后啊，记着上你刘叔家去一趟，他家养的跑山猪，那肉才叫一个香，好吃。好，爷爷，没问题。真不敢想，原来境外石油大亨刘荣华是咱村养猪的。那个养鱼的赵叔啊，想让你下午去帮他抓鱼，回头你下水之前啊，记着要换上水鞋，不然那个珍珠蚌什么的外壳锋利，哎呦，那要扎破了脚可就不好了。爷爷，你说的赵叔，不会是新能源集团的掌门人
赵四海吗？他在咱们村啊，就是个养鱼的。对，就是养鱼的。那我下午去找点鱼去，顺便给你捞点珍珠蚌。珍珠在外面卖的可贵了，珍珠项链是个奢侈品。还是小鹿好，会做人，知道心疼媳妇儿。那爷爷你也心疼心疼他，看来咱们家以后净干活了。你懂什么？那叫磨练。得，爷爷让他干活，爷爷成了坏人了。妈妈这是磨练，爷爷这是锻炼。你们这群乡巴佬，竟敢这么使唤我儿子！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接你回家。妈，别闹了。你竟敢这么使唤我儿子，让他来当上门女婿，其实就是让他来做苦力。他可是我陆家的大少爷，才来你们家几天，都埋汰成乞丐了。你们竟敢骗我景生哥来干农活，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！景生哥，你还是跟我们走吧。只要你跟我爸好好道歉，我跟你保证，东庙村的开发协议还是给你们陆家来做。东庙村的开发协议，在我老丈人手里，跟你家有什么关系啊？别骗傻了！东庙村的开发协议跟这群乡巴佬有什么关系？小雨，你快把协议给他看看，让他好好清醒清醒。景生哥，东庙村的开发协议，万鼎集团早就发给我了，你真被他们骗了。妈，这怎么回事？怕是小李忙糊涂了，理会错我意思了，回头打电话问问他。什么小李？那是万鼎集团行政处的李继恩，李经理。要不是我，你们这群乡巴佬可能连李经理的名字都得上网上去查吧。装呢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说话不要太难听了。嫌我说话难听，就别做难看的事儿。我告诉你们，不管你们是严富海的什么恩人，哪怕是救过他的命也没有用。东庙村的开发项目是万鼎集团的夫人亲自交代给钱家的，板上钉钉的事儿。严富海在钱家面前屁都不是，知道不？我怎么不知道我把项目给到钱家了？听你这口气，是把自己当万鼎集团的夫人了？你属塑料袋的吧？这么能装啊？不装能死啊！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废话？听话，现在就跟我回家，你别逼着你钱叔叔，到时候跟你翻脸，谁都保不住。小鹿啊，坐到爷爷这儿来，我倒要看看谁敢跟你翻脸。小鹿，还不快过来！瘸腿老头口气倒不小，你们竟然敢这么跟我爷爷说话！走，我家不欢迎你们！滚！你们凶什么凶啊？你们别乱来啊！我爸马上就过来考察你们拆迁工作了。就是，谁敢嘚瑟一个试试？我告诉你们，钱家是真正的有钱有势，谁敢乱蹦跶一个，过来真收拾你！妈，什么叫有钱？你不懂能不能别瞎说？你钱叔叔就是真的有钱。行，那你们看看，我这算不算有钱？这叫千层布鞋，每一层都是金丝拉缝，这样的鞋子穿上脚才叫舒服。啊！竟然真的是黄金！哎呀，这一双布鞋竟然用金丝拉缝，这也太奢侈了啊！这算是。还有，我这个不叫埋汰，这可是巴黎世家的最新限定款。巴黎世家，这群乡巴佬不知道在哪里弄过来的假标，就把你忽悠的找不到北了。你觉得是假的？景生哥，你要不再仔细看看，巴黎世家最新款我家都有，根本没有你这一款。真是限定款，这件衣服80万。这下相信了吧？我都说了，真正的有钱人是特别低调的。就算是真的又怎么样？几10万，小雨给你买不起啊！景生哥，你要是真喜欢这种破东西，我也给你买，你要多少给你买多少。我真是服了。好，你们跟我来。好吧。这些你都买得起吗？就这些车啊，
比亚迪，上世纪的老爷车。我没有炫耀的意思啊，就说这些车白送给我开，我都不。那是你开不起。破老爷车居然是劳斯莱斯！我岳父说了，再送我们都骑马。这竟然是极品汗血宝马！一匹马而已，有什么稀奇？这是汗血宝马，是用钱都难以买到的极品。看来亲家的丰厚底蕴是超乎我们的想象。快回家吧！你回什么回啊？汗血宝马怎么了？难道还比得过东庙村的开发项目了？你少给我扯些没用的，赶紧现在跟我回家，老老实实的回去和小雨把婚礼给我办了。简直是不可理喻！轰出去！赶紧轰出去！出去！谁敢动他一下试试？爸，你可算是来了！他们不让我带景生哥走，还要打人。反了他们了！谁敢动你，我扒了他们的皮！原来我家闹事你还有理了？谁说？明明说，给我算一下，拆了他们这里要花多少钱？东庙村毗邻2大自然风景区，拆迁的话，按1平方面积在20万左右。这对吗？22万。不比3张？15万。10万。5万。哎，对，1平方按5万块钱，我撑死给他们500万，我想拆什么就拆什么，想盖什么就盖什么。不能这么干吧？东庙村的拆迁标准每户按5000万，这差距也太大了。就他们这群乡巴佬，给他们500万，他们能花得明白吗？反而还得对我说一声谢谢。500万5000万，这里是我家，就是5个亿，不让你拆，你别想拆。还在这嘴硬，我让你看看这是什么。都给我看清楚了，这是东庙村的开发协议，我分分钟就能把它拆了盖厕所，而且我想赔多少那就赔多少。各位要是想赔多一点的话，那就乖乖过来给我女儿跪下道歉，并跟她说你不配跟她抢来。姐姐，你还是求求我吧，我这个人心软，说不定你一求我就原谅你啦。做梦！景生哥，你看嘛，我给过他机会了，是他自己不珍惜啊，那就怪不得我爸了。就算他们家被拆了盖厕所，也是他自找的呀。真让我感觉到恶心！你小子怎么说话了？你也给我滚回来道歉！还愣着干嘛？快过来给小雨道歉！你真当我不知道你怎么回事是吧？你为了拿下东庙村的开发权，你的钱都是银行里贷款出来的吧？就你这点实力，还敢强拆我们的家？谁跟你说的？严富海是吗？你让他给我滚出来，我让他重新认识我。哎呀，就你这点破实力，还用得着我们说吗？嘿，我这点实力，我说拆你家那就拆你家。来人，铲车呢，给我拆！你们别乱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你小子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我儿子，你别说话，这哪有你的事儿？景生哥，我爸之所以接这拆迁项目，不也是为了给我挣嫁妆？我家嫁妆到最后不也是给你吗？你不帮忙就算了，也别捣乱啊！你这也太伤他的心了吧？不好意思，我从来没有稀罕过你的嫁妆。好，我给你脸，你不要是，我今天就拆了这里，我看你们能拿我怎么样。我爸可是村长，你要是敢拆我家，我的那些村民伯伯叔叔们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不说，我还真有点忘了呀。我记得你之前伪造的地契上面，你们村的村民那都可是大人物啊。
三省商会的会长郑开和，境外石油寡头刘荣华，是新能源掌门人赵四海。他们人呢？你把他们叫出来，让我见识见识。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叫人。还在这嘴硬，你要能叫来，我屁都不放一个，分分钟我就走人。姐，你还是让开吧，给你们500万已经不少了。等到我和景生哥举办婚礼，我希望你买件漂亮的衣服，大大方方的来祝福我们。哎，女儿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来人，给我拆！谁敢动一个试试？李荣华、赵四海，内商巨头文强东，他们真的来了！前家开发，第一个不同意。东庙村由你前家开发，老子第一个不同意。郑会长，真的是您啊！您的大名我早就如雷贯耳了，我一直想给你登门拜访。老爷子，就是他们要拆咱们家的房子。是啊，说是要拆了咱们家盖厕所呢。老陆，这个三省商会会长怎么对这个老头这么客气？我早让你走，你不听。我说你多少次，亲家的底蕴超乎想象。这回惹祸了，知道害怕了？郑会长，我也不是随便拆他们院子，我是有盖个协议的。什么狗屁的开发协议？咱们村子都欠着老爷子的恩情，谁敢动这房子的一片瓦，我要你全家在云城除名！你这人怎么回事？你凭什么打我爸？我打你爸又怎么了？你看他敢有脾气吗？把你给忘了，我在外边听着你要跟我家小姐找男朋友，还要他给你道歉，可恶！从小到大，我们家小凡就没有受过这种委屈。爸，我害怕。现在知道害怕了，刚刚不是挺能阴阳怪气的吗？道歉，立马跟我女儿道歉，并且保证以后永远别来骚扰我家小鹿。哎呀，小雨，你总是惹事，快给那个小凡道歉。小凡，是我不对啊，我让他给你道歉，快道歉。住手！我是不是给你惯的？这么对我女儿？爸，我害怕。没事啊，有爸在。哼，什么在不在的？让你女儿给我家大小姐道个歉，委屈她了。她敢不道歉，今天你们都不用走了。哎，给我站着！她敢不道歉，今天你们都不用走了。爸，三省商会的会长就厉害了吗？咱们背后有那位夫人撑腰，还能让他们把咱们欺负了？哎，都给我站着！别动！你敢不敢让我给我那身后的大人物打个电话？都别动，让他打，我看他能认识什么大人物。郑开和，我承认你有点事，但是你跟我那位大人物比起来，啥也不是。您好，李经理吧，我是钱氏集团的钱新福啊。钱总，您客气，您叫我小李就行。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？哦，那个小李啊，我现在在东庙村拆迁呢，突然蹦出一个三省商会的会长郑开和，他阻拦我，不让我拆怎么办啊？还有这回事儿？我再三确认过，东庙村的拆迁项目就是由您全权负责，谁敢阻拦你，谁就是和我们万鼎集团过不去，和夫人过不去。啊，有你这句话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都听见了吧？我身后的大人是万鼎集团的夫人，你们谁还敢跟我叫板一下试试？夫人就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认识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我就是万鼎集团的夫人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把东庙村的开发协议给你了。什么？你是夫人？如假包换。你要是夫人，那我岂不是天王老子了？
我今天就拆了这院子，我让你知道吹牛的代价。我是真没有想到，有一天有你这么一个跳梁小丑，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了。阿姨，我也是做女儿的，我非常能理解你想保护女儿的心情。可身份这个东西是伪装不来的。您说你是万鼎集团的夫人，可让大家看看，你有一点夫人的气质吗？她就是个农村妇女。小雨，伯母刚才让你道歉，是我糊涂了，我这次肯定相信你，咱们一起揭穿这一家子大骗子。妈，你可真是糊涂。看来今天这个房你们是非拆不可了。哎，可是你先得罪我了，会长又如何？我今天就把这拆了。试试就试试，我就先拆了你们这院子，然后挨家挨户平了你们东庙村。还谁敢？谁敢拦着？连人跟我一起推了！出了天大的事情，有我给你们顶着，有万鼎集团的夫人给你们顶着，给我拆！够了！你立马带着你的破吊车给我滚出去！现在就打电话，让你们钱氏集团在云城彻底消失。行啊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打一个我听听。满之啊，电话别打了。爸，您是？这种蠢货听不懂人话，得让事儿教他。不给他来点血的教训，他永远记不住。开河啊，你们都让开。这个钱董想拆吗？那就让他们随便拆。所以说人老成精了，老家伙，还是你识相啊！想拆，只要你们赔得起，随便拆。怕就怕到时候你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喽！老东西，吓唬我！小陆啊，别总板着个脸。男人要想干成大事，遇见事，心中首先要静气。还记得爷爷教你怎么泡茶的吗？来，再给爷爷泡壶茶。哎，我们就看看这个钱董是怎么大展身手的嘛！哈哈哈。温水烫壶，落茶高冲，撒茶入杯，关公巡城。老陆，这老头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慌啊？这竟然是成化斗彩鸡缸杯，什么玩意儿？兄弟，成化斗彩鸡缸杯，老钱，我就不信你连这点眼力价都没有。它是稀有的古董硬通货，也是以前皇家御用的茶杯，茶杯就价值2个亿。什么？2个亿？一个2个亿，6个杯12个亿啊！还真是真品，一个赝品都没有。老东西你到底什么身份？都要拿500万拆我们家了，还在乎我的身份吗？拆家吧，拆家吧，拆完以后啊，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们是谁。钱董，我们还拆不拆？爸，没事的，你别被他们吓唬住了。首富严富海啊，之前欠他们家恩情，全国扳指这种东西啊，说送就送，说不定这个什么杯也是严富海送给他们的呢。女儿说的对呀，可这价值10几亿呀！哎呀，10几个亿算什么呀？咱们背后有万鼎集团夫人撑腰的。你们给我等着！小李啊，东庙村有一个拆迁户，他们家里有点小钱，现在阻拦着我不让拆，怎么办？谁呀，这么大胆，钱董？你尽管拆，哪怕他家再有钱，都不可能有我们万鼎集团有钱。还是那句话，夫人下的死命令，谁都不能阻止拆迁工作进展。哎，好好好。那钱董您先忙，等会儿我也亲自去东庙村一趟。哎。
我现在我不需要认识你们了，我让你们重新认识我。收购王李冲，不管里面有什么都给我砸喽！爷爷，他们要砸我们家东西！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放心，他们谁都不敢拆。你还在这给我装呢？我今天不把你家砸个顶掉，我就不信钱！哎，愣着干什么呢？还不快砸！我让他知道惹怒我的后果。钱总，这手表不对呀，好像是理查斯米勒手表，还是限定款。这真的是理查斯米勒的手表，还是上个世纪的典藏款，这价值可比成化斗彩金刚杯还要高。就这破表能值什么钱？伯父，要不我去车里帮你拿副老花眼镜，您再好好帮忙看一看这块表的价值。你是说我老眼昏花了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担心您看错了不要紧，要是让姐姐家白高兴一场，那就不好了。你对小雨好什么？你研究古董也就是半吊子水平，不然这几年也没见你拿回来一件好宝贝，怎么到了别人家什么都是值钱货了？你们懂什么？这块典藏款手表是全球唯一的一块表王，它的象征意义非凡。它是由近百位工匠大师手工锻造的，它是理查斯米勒集团对最优秀客户的馈赠。什么？小陆，行啊，你们家还有明白人。哎呀，老钱，你干什么？我现在就说它是个破表，我看你们谁不服。你就作死吧，一会儿有你好受的。该后悔的是你们，我不管你们身份是真是假，在我那个夫人面前，那都屁都不是，懂吗？钱总，您看这里面的东西，我们不敢动啊。什么玩意儿，大惊小怪的！哎呦，这是王羲之的真迹，吴道子的画，商朝的鼎，秦王的剑，这是程超的兵马俑。哎呀，老爷子，你这是古董啊！你这是价值连城的古董，你的这些收藏品估计在博物馆里都没有。秦松，差不多得了，你已经惹我生气了。去。林谦，你疯了吗？你没听明白我刚刚说的这些古董的价值吗？你完蛋了！你起了这么大损失，拿什么赔？伯父，您又说错了，完蛋的不是我爸，是他们。什么？伯父，您既然那么懂古董，那不妨跟我们说说，您见过哪个博物馆会把收藏品送给个人的？那既然博物馆都没有的收藏品，姐姐家会有，要么说明这些收藏品是假的，要么说明姐姐一家是盗墓贼。哦，我没有说错，这些古董都是真的。还有一种可能你没有说，只要有收藏证书，公民是可以拥有这些古董的。姐姐，你们有收藏证书吗？看姐姐的反应，应该是没有吧？来，你们要是能把收藏证书拿出来，证明这古董是真的，我赔你们就是。爷爷，我们有证书吗？证书就在那儿，你们自己看。王羲之的字价值2亿啊！秦王的剑价值20亿美金！哎呀，什么？多少？行了，都看完了吧？看完了就赔钱。
只要你赔够钱，我们家你随便拆，你想建厕所就建厕所。爸，怎么办？难道真的要赔钱啊？我哪是用赔啊？我怎么可能赔得起？既然赔不起，那就别想走。谁说要赔钱啊？啊？赔多少钱我们万鼎集团赔不起啊？李经理，你来了，你可以帮帮我呀！李经理真是好威风啊！现在万鼎集团都是你李经理说了算吗？夫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我要是不在这儿，我家都要被人拆了建厕所。夫人，这里竟然是你家！钱继福，你哪来的狗胆子啊？竟然敢对我们家夫人这么冒犯！你钱家完了，知道吧？完了！他真是夫人，夫人啊！我实在是不知道呀！哎呦，求求你，给我一次机会吧！我现在就滚，我马上就滚啊！你不是天王老子吗？你不是说想拆谁家就拆谁家吗？你不是要平了我们东庙村吗？你他妈找死是不是啊？啊！还不赶紧跪下给我们家夫人道歉，快点！我谁让他跪下？他打碎了老爷子这么多藏品，他该赔多少？这些也是你砸的？我以为这是假的。啊！求求你们，给我条生路好吗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现在知道要生路了。你刚才砸东西的时候可是很嚣张的呀！赔钱！我真的赔不起呀！李健，你给他一件一件的算清楚，他要是赔不起的话，他得进去蹲多少年？是的，夫人。这都不用点了，就算把钱氏集团所有的资产加在一起，也不够赔一件古董的。景生哥，我求求你帮帮我爸爸，真的知道错了。那你呢？要不是你一直在煽风点火，事情还不会严重到这个地步。就是，活该。爸爸，对不起，这次我也帮不了你了。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乱砸别人东西是不对的。钱金宇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这么做是为了谁啊？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你还有没有良心了？钱金福，想跑是不是啊？我刚刚算了一下，就你砸的这些东西，够你吃一辈子免费饭的。我带走。我们可没有砸东西，这跟我们没关系吧？有没有关系也不是你说了算的，我带走。要不咱们也走吧？你们也想走，往哪儿走啊？儿子，妈这次是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也是刚刚才看清楚田经宇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是被他挑拨了，我识人不清啊。好了好了，满之啊，就别和你的亲家母过不去了啊！哈哈哈哈！你呀，早有这个态度不就对了吗？孩子大了，完全能够独当一面。婚姻的事情啊，我们当长辈的就别瞎掺和了。只要孩子们过得好，那比什么都重要。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？老爷子说的通透，我都有点无地自容了。你老说的对，之前是我不让你做的。行了，都是一家人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不开的啊！哈哈哈哈！满之啊，小七，给李经理打个电话，让他把合同送过来，咱们拆迁大吉。以后的事情啊，都交给小陆去做。哈哈哈哈！妈，我才不想拆呢，这里山清水秀的，多好的地方啊！我想跟小凡以后都生活在这里，在这里养老。
行行行，都听你的，以后陆家都听你的。哎呀，好样的！你现在啊，总算有一个当妈的样了。哈哈。哎呦，今天人这么多呀！看样子，哎呦，今天人这么多呀！看样子挺热闹啊！哎，这谁干的？小严啊，你今天一天跑哪儿去了？今天差点把你们家给拆了。啊，有这事，老爷子？啊，严首富就是不一样，一天到晚忙的连家都顾不上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严叔，是这样的，刚才钱兴福带了很多人来，准备把我们村给强拆了。这个该死的狗东西，我要找他去。哎，你们都不生气的吗？哎，你们不对劲啊！严叔，事情都已经解决了好吗？但是你家该拆还是得拆，而且我们只能给你500万的拆迁款。小姐，啥意思啊？严首富还不明白吗？就你这觉悟，是怎么当上首富的？拆迁合同我们已经签了，这个项目将会由小陆全权负责。哎呀，小陆要拆呀？拆！我家随便拆，你想怎么拆就怎么拆。老爷子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难得大家又来得这么齐，我们拍一张全家福吧。我看行。哎，最好最好！哎，亲家母，妈，快过来啊！哎，客气了。哎。拼的对吗，宝宝？妈，今天晚上就不用做我的晚饭了，我有个同学会需要参加。参加什么同学会呀？你不知道你媳妇怀2胎了呀？还不在家好好表现表现？哎，妈，放心吧，我是替小凡参加他的同学会，而且这并不是普通的同学会。听小凡说，他有个海归学弟今天就要回国了，而且很大的可能他要加入万鼎集团。爸，妈，走了啊，小宝，听话啊，拜拜。你当年坚持是对的，如今人工智能领域是行业大趋势啊。你提出的人机交互设想很成功，我整整花了7年的时间，总算把项目研发出来。是是，我那个时候就年轻不懂事，有点异想天开了。人机交互项目之所以能成功，这都是您的心血和成果。年轻人低调点是好事，但是过度谦虚可就不好了。如果没有你当年提供的代码，老师就算再花几个7年，项目都不可能成功研发。就算没有我，以您的水平，早晚也能突破人工智能领域。哈哈，你这家伙净捡好听的说。哎，你那学弟要是有你1半的谦虚，我这次派他回国加入万鼎集团是去帮你的。他要是敢不听你的话，你就给我好好的收拾他。好，我已经让我老公先过去和他见面，等我哄完孩子，我也会过去的。要是他不听话，我可就跟他说，是老师您让我收拾他的。好，就这样。这可是人机交互项目，半投入量产，整个万鼎集团。各位，不好意思啊，有点堵车，应该也算来的不算晚吧。不晚，一点都不晚。沈总打电话跟我说了，您这是牺牲了陪老婆孩子的时间，参加我们这个同学会。同学们，这位就是沈总的老公陆总，
大家欢迎啊！这有钱人就是不一样。沈繁星我们都得叫沈总，她的老公我们见面就得叫陆总。请问一下，哪位是苗旭学弟？您的学姐交代过了，我今天晚上一定要照顾好你。那呢？苗旭学弟刚从国外学成归来，我们给他接风，他能做主位。景生哥很惊讶，3年没见而已，不认识我了？怎么会不认识你呢？只是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。景生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我身边的这位就是苗旭，海归博士，人工智能领域研发工程师，也是我的老公。既然陆总来晚，那自凡3倍如何？既然陆总来晚了，那自凡3倍如何？苗旭学弟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陆总今天是东道主，你要是把他灌醉了，一会谁来买单呀？那就我来买吧，我都好几年没有见过景生哥了，今晚高兴，所有的消费我来买单。那我也来，我替陆总喝，怎么样？这就是陆总的待客之道，难道是我苗旭不配这么尊酒杯了？学弟，敬你。学弟，再敬你。景生哥真是好酒量，这几年应该没少帮姐姐挡酒应酬吧？毕竟这万鼎集团的上门女婿可不好当啊。说好听点是上门女婿，其实不就是个吃软饭的吗？要是连这点酒都喝不了的话，人家万鼎集团要他干什么？是吧？还没喝呢就大了是吧？我倒觉得雷鸣说的也有道理，男人嘛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自身的腰板得硬，否则不但要受老婆的气，在外也有风言风语。你说是吧，老公？请吧，陆总。请吧，陆总。苗旭，你过分了吧？我过分？陆总，我过分吗？陆总要是觉得我过分的话，我现在就走。哎，老公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你要是走了，这万鼎集团的人机交互项目可怎么办啊？除了你和你的团队，别人根本无法胜任这项工作的呀。景生哥，不然你还是喝了那几杯酒吧。我老公手里的项目可决定万鼎集团未来能不能上升一个新的高度。否则你把这案子搞砸了，回去可没办法跟姐姐交代啊。刚才我还夸你酒量好呢，我要是你的话，这吃软饭就得有个吃软饭的样。今天哪怕我把胃喝到穿洞，这项目我都不能丢，这人我都不能得罪。好，说得好。陆总，我还是给沈总打个电话吧。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要是让姐姐知道景生哥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，姐姐会生气的。没事，我喝就好。好，
景生哥真棒。自己说啊。我还以为你酒量很好，你这看着也不行啊。男人不可以说不行。大家别光看着，鼓掌啊！没事吧？没事，也还好。喝呀，大哥，喝呀，喝呀。谁敢欺负我老公？谁敢欺负我老公？老婆，沈董，您终于来了，他们实在太欺负人了。姐姐你来了呀。景生哥真的是好爱你呢，为了留住我老公这个海归博士，都快把白酒当成矿泉水喝了。真是死不悔改啊！你是不是有点拎不清了？我这次回国来那是专门来帮你的，你竟敢还骂我老婆！要是拎不清的人是你。好啊，你为了这个软饭男，竟然现在跟我翻脸是吗？以前要不是邓博士让我带着技术团队加入你们万鼎集团，我今天就不会过来找你，你懂吗你？老婆，几杯酒而已，忍忍就好了。凭什么忍？生意我们可以不做，钱我们可以不赚，可谁敢欺负我老公，那就不行。天生哥，你真的是好幸福呢，姐姐对你也真的好好。老公，既然他不欢迎我们还是走吧。凭你手里的技术和团队啊，不管去哪个公司，一定会得到行业内最顶级的待遇。好，我们走。不过你们也要知道，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应用到市场以后，它的价值那将不止100亿，甚至是1000亿。你们的对手公司那就会把你们万鼎集团给吞并，你们就都等着破产了。不能但是他人可以走，但是交互项目暂时不行。沈兰心，你是在威胁我吗？姐姐，你这话说的真的很过分。项目是我老公的，我老公想卖给谁就卖给谁。你万鼎集团确实很有钱，可也没到一手遮天的地步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让他卖，他就卖不了。姐姐，那我还真要看看你准备怎么做。难道你要把我们都绑了？我今天给他100个胆子，他都不敢。我承认，万鼎集团以前确实是有钱有势，但可惜今天我回来了，以后我想让谁有钱谁就有钱，想让谁完蛋，他就得完蛋。沈丹星，不然你还是跟人家道个歉吧，人家手里有制衡你们的技术，万一真把人给逼走了，你后悔都没地儿哭去。老婆，算了吧，我就道个歉，没事，挣钱嘛。老公，我们还是走吧，别让姐姐为难了。人机交互项目而已，肯定比不上景生哥在姐姐心目中的地位。沈南星，你将错过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发明，而你以后也将失去一整个商业蓝图。梁氏，我承认人机交互是项伟大的研究发明，但你是不是有一点搞错了？人机交互项目的研发版权根本不在你手里，而是在邓华南邓老师。而这项伟大发明的诞生，
是基于大学毕业时曾经录，所以你懂。老婆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邓老师派他回国，就是给咱们家打工而已。他一个打工仔，刚刚好，有你这句话就行了。你老公我立马就刑警。来，喝了。老公，他说的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人机交互项目，他根本不懂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当然不懂，他们家无非就有几个破钱，你在人工智能领域那根本就是一无所知。我现在虽然没有人机交互的版权，但我找邓老师要，那他肯定会给我。你是要饭的呀？你问邓老师要，人家就给你。我可是邓老师的得意门生，他的项目那都是我跟进的，他凭什么不给我？你错了，邓老师跟我说，是他所有学生当中最不让他生气，傲慢、无知，是比所有人都强。但你根本不知道，邓老师把你带在身边，其实只是可怜你这是胡说八道！你还不可怜吗？如果不是邓老师愿意带着你，以你的水平，早就被学校开除了。难怪他这么没有素质，原来啊是在外面混不下去，跑回来瞎嘚瑟。你们都别听他血口喷人，他这完全是诋毁我呀！是不是诋毁？你自己心里清楚，而我很快也会让大家都清楚。杜鹃，去我车里把我的笔记本拿来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又想干什么？老公，你别这样，你看起来好慌啊！明显这不就是着急了吗？他害怕被我老婆拆穿，担心以后在国内再也混不下去了。我可没有，我有吗？苗旭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现在认错，我可以看在老师的面子上，就不追究你的责任。还想追究我责任？这个技术团队从头到尾那都是我的，这个研发版权也迟早会拿到我的手。沈董，您的笔记本我拿过来了。操作一下，把笔记本连接到投影大屏。老公，难道这项目的版权真的跟你没有一点关系吗？这串代码你认识吗？我当然认识，不过你怎么给我这种秘密？他可是人机交互最核心的机密。认识就好。描什么叙事吧，你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，原创作者沈繁星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话想说？这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你如果不懂的话，就可以闭嘴了，或者你问问你的老公，这串源代码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怎么会这样？你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？问我为什么？当初要不是你抢，我怎么可能为难陆总？我怎么可能逼他喝酒？学姐，当初都是他挑拨我的，我知道错了，学姐，我是故意的。苗旭，你怎么是这种人呢？明明是你嫉妒景生哥的优秀，你怎么能怪我？闭嘴！真是出去本是同根啊，大难临头各自飞呀！我知道错了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学姐。我没给过你机会吗？陆总，你大人，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，陆总。哎，你可别，我只是个软饭男，我都听我老婆的，我什么都听我老婆的。苗旭，身为人机交互项目的负责人，涉嫌泄露我们万点集团核心商业机密，你等着收我们万点集团不是？哎，3年前我让你跑了，你把所有的事情都丢给你爸去了。今天你还想故技重施是吗？景生哥，你在说什么呀？3年前沈家古董本来就是我爸砸的，如今泄露商业机密的是苗旭，
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！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吗？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吗？大不了离婚就是了吗？好你个贱！我当初怎么没有看清你呢？我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可能这么惨啊？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金生哥，他威胁我，快把他抓起来！你也别心急，友情提醒你一句，你丈夫涉嫌泄露商业机密，而你涉嫌窃取我们万鼎集团的商业机密。等着吧，你和他会一起。坏事都是他干的呀！我这2年带孩子呢，你是点什么自学了没？你要是不信，很期待你凭什么这么优秀？你凭什么过得比我好？送你一句话，要想做一个合格的太太，不能趋于表面的浮夸，不能只会勾心斗角，关键要有内在，不然怎么相夫教子呢？走啊！回家。老爷子，人机交互项目是我们人工智能高级技术的一项重要领域，专注于研究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交互模式和技术。科技融于生活，让生活更加便捷。周助理，老爷子虽然老了，但这浅显的道理，老爷子还是很明白的。你就直接讲技术怎么样应用吧。先呢就是语音交互，这个很好理解。智能家居便是利用了这个原理，用户可以通过语音助手操控门的开合关，还有智能音箱等。其次是手势交互，在虚拟场景里，用户可以通过手势来操控游戏和其他相对应的物品，还有眼神交互和情感交互等。听着不错，很厉害的样子。爷爷，这是小凡研发的项目，当然厉害了。爷爷，我跟你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眼神互动吧。这个技术它的特点在于，用户可以通过眼神变化、眼动追踪技术实现无障碍驾驶。通俗一点来说就是，您只需要通过一个眼神就能控制这把轮椅了。说了半天，在这儿，你们是不是觉得爷爷老了，推不动轮椅了？爷爷，您这说的什么话？科技为人，科技为先。之所以研究人工智能领域，就是受到您的启发。我想您能用眼球控制轮椅，我想有一天我能用科技帮您重新站起来。小严，看到吧，这就是穷养孙女的好处。嘿嘿，我这个孙女啊，从小就知道心疼爷爷。大小姐的好没得说，我们都有目共睹啊。爷爷，您这是答应了？您愿意体验智能轮椅？我倒是想答应来着，可是我用不着啊。我是真的用不着啊。爷爷，你好了？你真的好了？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呢？嘿，臭小子，你是想说爷爷骗你？那你就说爷爷在骗你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是在假装瘫痪，假的，都是装的。爷爷，您这都是为什么？这都是为了你呀！一直以来，豪门沈家早就不缺钱了。哎，可是我们缺一个无比优秀的继承人，所以是我让你爸妈从小就对你穷养你的心态，培养你坚韧不拔、善良有爱的性格。看看，这好像就成功了啊！看看啊，你选的男人，你研发的人机互动的科研项目，都说明你成功了。我成功什么？我没被贫穷压弯我的脊梁，就算万幸。这什么话？我们对你是穷人，我们家又不是真穷。真的到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那我们的考验也就结束了。哎呀，我也想回去问问我爸妈，看看我爸妈是不是一直都在隐藏实力，说不定其实我也是一个万亿豪门的继承人呢。
嘿，这话说的，你已经是万亿豪门的继承人了，你还搁这臭屁？那还不得谢谢爷爷？没有爷爷，我哪有这个机会？嘿嘿，要我说啊，要谢你得谢你老婆，没有她，我才不认识你是谁呢。哈哈。其实这件事我真的得好好谢谢。谢我什么？智能轮椅你都用不上了。我是用不上了，可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人能用得上啊！你这个人机互动项目啊，给千千万万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带来了希望的曙光。我决定追加投资300亿，让我能够把这个人机互动项目推广到世界各地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爷爷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这么说啊，我就保证这个肯定是真的。哎，严首富啊，有没有兴趣和我这把老骨头一起来玩把大的？您老能带上我，是我的荣幸。陆助理，切下画面，把我的 PPT 切出来。老爷子，您看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这项技术啊，我们可以运用到公益事业上，比如医院、养老院，凡是腿脚不方便的群体，都是我们的客户。另外啊，我们要把价格打下去，真正做到让科技幸福每一个人。好，这可真够大的。可是这么一来，这300亿的投资是不是就差点意思了？300亿是有点少啊，所以啊，我准备把我的全部身家都投在这个项目。真的玩这么大？可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什么要求？我的要求就是这个项目必须交给小陆来做。想要讨好一位大小姐，就必须先学会讨好她的老公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哎，这是胜负心得。哎，小陆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想吃好软饭，这什么时候都挺好的。老婆，你有没有问题？其实吧，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老爸有钱，老公就有钱，我只要躺平就好了。哎，宝乖啊，一会儿妈妈和奶奶忙完了就陪咱玩，行吗？可以。妈，这束花我已经扎好了，辛苦一下，等下送到隔壁小区就行。好。哎呦呦，我儿媳妇的手真巧，这花扎的真好看。妈，你别整天变着花样的夸我们，我害羞的。本来嘛，我儿媳妇确实哪都好。哎，别动别动，不能动，一会儿我来。你现在这2胎都快2个月了，做什么事情都得小心一点。景生这孩子也真是的，自己的老婆一点都不上心，整天就知道忙忙忙的。他是真忙嘛？人机交互项目已经推广2个月了，我听严叔说，云城的市场已经快要被我们全部拿下了，接下来就是往贫困山区的方向使劲了。景生他也是在做好事，不管做什么，那也不能忙得连家都不回啊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今天还是你的生日呢。不行，我得赶紧给这臭小子打电话，让他麻溜的给我滚回来。妈，别打。请问哪位是什么？有你的生日蛋糕，过来签收一下。谁送的蛋糕？是署名陆先生的顾客。这个臭小子，老婆过生日只送个蛋糕回来，人都不知道回来。陆先生说了，只能是沈繁星女士亲自签收。蛋糕给我吧，我就是沈繁星。陆先生说了，当你想他的时候，就看看外面的天空。天空？对，外面的天空。Beautiful life, 난 너의 곁에 있을게. It's
Beautiful love.生日快乐！ 너의 뒤에 서 있을게. 你看那边。 I'd rather